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军事故事、军迷故事、军贸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9集，斯里兰卡汉港朝阳。汉班托特港的建设从无到有，在港口建设队伍的努力下，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在斯里兰卡当地闯荡在外的华人经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可以在居住地立足，却也面临着产业传承的问题。军区空军装备处跟中建某局的同志们，在我们过去之前就已经把大部分的建设工作都完成了，雷达也搬上去了。我们到了场站之后，就着手开始准备调试和培训任务。不知道大家看过雷达照没有？那个东西外边看起来很大很大，挺吓人的。其实里面的东西很小，也只占球罩体积的1/4左右。雷达站的东西都不大，中波雷达最大的组件就是它的天线，其实就是一个反射器，弧形铁板铸造的，长得像卫星电视的天线一样，像一个锅盖。不同的是，它可以快速旋转。雷达波发射和接收装置都不大，安装在弧形的球芯里边。雷达的功率决定了它的探测距离，一般都有变配电装置和备用电源。然后数据出来，有一个数据处理中心，过滤掉杂波，也可以去除干扰。出来的结果就显示在屏幕上。现代雷达系统的处理中心会将已知的己方数据和地方数据都一起在屏幕上显示。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雷达的技术核心，一是发射什么特征的电磁波，发射出去的电磁波必须要被有效的反射，否则发出去也没有意义。而且电磁波相特征要明显，一收到就知道是不是你发射出去的电磁波，以及什么时候发出去的电磁波。另外就是接收装置，一定要能够准确识别反射波，尽可能的滤除掉杂波，而且要能够抗干扰。现代雷达还要加上一些预判的功能，从而实现智能化的控制和管理。以上的这些嘴巴动一动说一说非常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并且做到精细的，就是有些难度了。为了外联工作方便，现在工厂特意配置了笔记本电脑，这一下工作就立刻变得方便多了。不光是工作，出来之后还可以放一些电子书什么的，闲着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我走的地方多了，我越来越喜欢研究世界史了。说起来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世界史，只是没有机会深入研究，否则国内就会多一个学识渊博的世界史博士了。现在有时间了，在国外还可以上 Google 查资料什么的，非常方便。笔记本电脑还可以放光盘，没事看看电影，有网络的时候还可以下载。后来为了方便，自己又另外买了一本笔记本，跟工作笔记本电脑分开用。我曾经很自豪地放话说，没有什么电影是我找不到的。总而言之笔记本电脑让我们如虎添翼，但是我自己每天用的那个笔记本仍然带在身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工程那边也做了一个服务器，这样我们收发邮件方便多了，也更加安全保密了。笔记本电脑的第一个用处就是制作培训教材。前面我介绍过，斯里兰卡主要是佛教国家，还供奉着佛祖牙舍利，当地也有印度教徒，跟伊拉克的伊斯兰教徒差不多。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非常的懒，而且脾气非常倔强，不会很专注于听你的讲解。而且从教育程度上说，斯里兰卡当地人明显比伊拉克的人差了很大的一截，又笨又懒尽管是英联邦国家，斯里兰卡绝大多数人居然不会讲英语，平时他们之间交流用的是僧伽罗语，类似印度的一种地方语言。这也是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我们出门
要带着翻译的国度。斯里兰卡也是提供免费12年的教育，有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但是读大学就得自己掏钱。我在工厂养病期间趁机研究了制作 PPT 的技术。来到斯里兰卡才发现，当时的做法真的是太有先见之明了。用了 PPT 之后，通过图文并茂的方法，可以吸引当地官兵的注意。只有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培训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个星期，白天我们配合现场安装，晚上回到酒店就要制作 PPT。酒店老板姓洪，让我们叫他耀博，他老家是潮汕人，已经是第4代华侨了。现在地球上很多国家都有黑人，但是你不能说黑人就是非洲人，他有可能是美国人，也有可能是欧洲人，也有可能是巴西人。反正黑人也自认为所有的黑人都是他们的兄弟，但是出现了纷争之后，还会是各为其主，为自己的国家说话。华人也一样，先要搞清楚他是哪国人再说，不要乱认亲戚乱认兄弟。曾经碰到过，我们国内出来的碰到华侨，那是非常的热情但是热情归热情，人家一跟你谈正经的事儿或者谈生意了，然后就是各为其主，为了利益跟你争论了，你就会认为人家背叛了祖国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打个比方，在新加坡，你碰到一个新加坡华人，人家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他是新加坡人，就是2个国家，只不过说的是华语，说的是中文。人家维护新加坡的利益就说人家看不起中国人不爱国了忘了老本了，其实是各为其主，对吧？是哪国人心里面自然向着自己的祖国。中国强大了，国人出去的机会也多了，碰到类似的事情就更多了。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心态一定要放平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那家伙还去过广东祭过祖呢。当时他刚过来驻中国大使包括很多外事机构的人都很开心，以为碰到了自己人，就异想天开的幻想他内心会向着中国。没想到这个家伙是彻底代表美国的利益了，骨子里面是比白人还白人。于是各种媒体甚至官媒都开始骂他，说他是二鬼子等等等等。但是他是美国公民，忠君报国是我们华人的传统，但是他忠于的不是中国，而是他的祖国美国。你不能因为他为美国做事而就此批判他骂他。好，言归正传，耀博不太会讲普通话，但是可以讲潮汕话。同行的黄处长也是潮汕人，他们2个可以交流。耀博的母亲是僧伽罗人，但是他的太太也是华侨，只是去世比较早。耀博的2个儿子都去了新加坡读书。耀博说，这个酒店是祖产，要一直经营下去，但是2个儿子都没有打算回来经营的意思，所以他有些伤感。由于斯里兰卡内战当时旅游业的生意很清淡，酒店也只能靠我们这些华人来维持生计，基本也没有什么钱赚。我当时就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过去旅游，这样耀博的生意就会好一点。也许有耀博的亲戚可以帮到他维持主业。耀博酒店的1楼租给了一个饭店，是科伦坡当地的饭店。斯里兰卡人的口味也相对是比较清淡一点，比较喜欢鸡肉和椰子，有些菜也用咖喱。耀博跟我们混熟了，就请我们去郊区的一个华侨开的饭店吃潮州菜，吃潮州海鲜。当时黄处长非常激动，就要去买单，抢着要买单，但是耀博拉住了，死也不让他买单，说他是东道主，要尽地主之谊这是我们华人优良的传统。耀博的祖上是做瓷器生意的，当时主要是跑海上丝绸之路，后来碰到海难，就沦落到科伦坡，发现斯里兰卡也有很多华人，于是就慢慢的开始立足，从小本生意开始做，一直到开药房、开饭店，再到后来发展到做一些是海贸生意。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军队占领了斯里兰卡，他祖父的几条船被小日本全部征用，之后就毁于了战火，家里能够赚钱的产业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房产。
亚伯的父亲就保持了华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的积累财富，盖起来这个5层楼的酒店。亚伯也依靠着这个酒店维持着生计，并结婚生子，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亚伯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他的下一代啊，跟他就完全不一样，大学就到了新加坡去读了，然后就在新加坡工作，并且安了家，现在甚至很少回斯里兰卡科伦坡。这绝对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听着亚伯的故事啊，我们心里都有些伤感，却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安慰他。能够消弭心中不快的方法，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就是努力工作，大概用了2个星期，基本完成了训练教材的英文版的编写。斯里兰卡那边啊，我请了一个翻译，也是一个华侨，或者说是有华人血统的当地人，叫做班达阿加代。班达阿加代大概40岁左右，黝黑的皮肤，长长的头发，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是华人。不过他说一口略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沟通完全没有问题。班达阿加代是土生土长的科伦坡人，母亲是华人，父亲是生切罗人，但是他一直是读华语学校的，后来去马来西亚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华语和英文都可以沟通和交流。他说我的英文教材其实用处不大，因为雷达场站的人员懂英文的人很少，因此他帮我修改了一套生切罗语的教材，也全靠他的帮忙。我自己的工作电脑里边啊，根本找不到生切罗语的输入法，这个是非常一个偏的一个语言。搞好了这些东西之后，大概还空出来2天的时间，班达阿加代就带着我们转离下科伦坡，在科伦坡的海边拜谒了那座供奉着尊贵的佛祖亚舍利的菩提查亚塔，在旁边的科伦坡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拜谒了当年郑和留下的布施西兰山佛寺碑。这个是我国与南洋各国历史交流的见证，更是我国明朝时期国力的展示和见证。当时大明朝的国力真是如日中天了，全世界各国都只能仰视。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500年前大明的先人们所做的吗？对吧？因此我更坚定了自己完成使命的信心。好，本集讲完，老铁们喜欢的一定要打开铃铛，并且分享转发，谢谢大家。